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我心的沸腾，还好你的我依然是命的我。好了，3天之后如果没有好转，就回来复诊。好，谢谢。不用。啊 ，Mr. Cole， 您好，请坐。Mr. Cole 哪里不舒服？啊，医生啊，我最近一直泻肚子，肚子一直胀胀的，然后整个身体疲倦又没胃口，我担心是不是直肠癌啊？是喽，他放屁特别臭，有没有药吃啊？不如我先给你做个检查。那边，麻烦你把衣服掀开。啊。等一下我会按你的腹部，如果痛的话记得告诉我。嗯，好的。会痛吗？不痛。这边呢？还好。哦哦哦。那我们继续。啊。Mr. Cole， 检查好了。可怜哦，你们医生生病了还要来上班，不能拿 MC 吗？ Mr. Cole， 我看你的病历，你本来就有肠胃敏感的问题。嗯，医生啊，我上网 check 过，结直肠癌是新加坡男生最常见的癌症。我们这些50多岁的男生是高风险群，腹泻、肚子胀风，这些好像都是症状，对吗？如果你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去做内窥镜检查。医生啊，一定要做内窥镜吗？我上网看，好像可以选择验血，还是扫描什么的，对吗？也可以做粪便血液检查或者是 CT scan， 不过这些呢都没有内窥镜精准。其实内窥镜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顺便切除息肉，防止息肉增长变成恶性肿瘤。啊？还要切除息肉啊？一般来说呢，50岁以上的人最好可以定期做内窥镜，大概3到4年做一次，定期清除息肉。其实原理就好像我们头发会长长，要定期去理发。不一样的是呢，头发长得太长不会有健康问题，但是息肉越长越多、越长越大的话呢，就会有病变的可能。我们考虑看看。他一早说头很痛，不舒服。血压有些偏高。王博，除了头痛之外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胃口，有点反胃，要吐，头晕晕的，身体酸酸软软，没有力。医生，很严重吗？其实具体怎么样，还是得照脑部 CT scan 才知道。我不要做 scan。法的，听医生的话，好好检查。老毛病了，我不需要 scan， 浪费钱。医生，请你开点止痛药给我，让我在这里观察一下就好了。
那好吧，我先送你去观察室，我们观察一阵子，之后我再帮你做检查。那谢谢你啊。Jerry， 你今年11岁啦。他一向来很健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半年前开始掉头发。他不可能是营养不良啊，我每天都煮鳕鱼啊、鸡腿给他吃的。你脱掉帽子，让我看看。其实我带他给很多医生看过了，都不会好。听说温盛东门诊这里有一位很出名的儿专科医生，我才大老远跑来这里的，可以叫他过来看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Dr. B 现在没空。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有同样的情况？没有。Jerry， 你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？那你平时有什么 hobbies？ 他最喜欢读书了。早秃的原因很多，除了遗传、雄性激素失调，也可能是压力导致的。压力？我儿子功课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是压力？压力是当事人的感受，别人是无法轻易判断的。我是他妈妈，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。你们这些医生就是这样，碰到棘手的问题就说是压力。你能治好我儿子吗？可以就开药，不然就叫大医生来。请稍等。好吃吗？还要吗？慢慢来。Dr. B， 你最好不要吃了。为什么啊？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低糖分，很健康的。黄梨等于旺来，你怕我们生意不够旺？我没有那么迷信，你不吃我吃。Dr. B，有个11岁的小男生患了 alopecia areata， 看起来挺严重，我觉得是压力造成的，要 refer 专科吗？我去看看。Dr. B，有个70岁的病人，除了血压有点高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症状。可是他说会头痛、想吐，我担心有脑溢血的风险，可是病人不肯做 scan。病人呢？刚刚给了止痛药，在 OR。OK， 我 set Dr. 后的 case， 再去 OR 看看啊。Dr. B， 再拿一点吗 ？OK， 那么好吃，我拿多2个 ，Thank you。Dr. B。我想请半天假。真的不舒服啊？还以为你鼻子敏感比较好了呢。刚才有个病人，夫妻俩都喷了很浓的香水，我现在鼻子真的受不了了。好了，你吃药好好休息，我找其他医生帮你代班。那我收拾一下就回家，谢谢Dr. B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来，你们好。你是大医生吗？ Dr. B 是我们门诊中心的主任，也是儿科专科医生。太好了 ，Dr. B， 我要找的就是你，你快帮我儿子看看，他秃头很严重啊。没关系，让我看看什么问题啊？有大医生在，我就放心啦。OK，Mr. Chan， 好不好这样子？让我跟你儿子单独谈一谈。为什么？他什么都不懂的，他的情况我最了解。 我知道是这样子的，因为 Dr. Ho 要带你出去看看，你给他用什么洗发水或者生发剂，或者他对什么药物敏感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去登记，有了这些记录，方便医生开药。哦，好好好。来，我请你吃糖果。这个糖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的糖。 适当的糖分能够促进大脑的血液循环，能够减轻焦虑。重点是这个糖很好吃。我妈妈说吃了糖会胖。你一点都不胖啊，想吃就拿吧。你叫 Jerry 对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，因为小时候我看过一个卡通叫做《Tom and Jerry》，你看过吗？
你不看卡通的？妈妈说，如果我每科考不过90分，就不能看电视。她也说，看漫画没出息。你是不是很有压力？ Dr. Bay， 我儿子怎样啊？你一定要开最好的药，多贵都不是问题。我没有打算开药给他吃啊。我听 Jerry 说你很紧张他的学业，日忙夜忙的，搞到你精神不是很好。不如这样子，我开一些 Muscle Relax 或者帮助你睡眠的药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可是我都没有病啊。我不是说你有病，只是你精神紧张会影响自己，也会影响你身边的人。那。 这是 refer letter， 你带 Jerry 一起做心理咨询好不好？可是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是他自己拔的，怎么可能？其实他面对很大的压力，没有倾诉对象，所以选择这个方法来发泄。其实不用担心的，至少我们找出什么原因啊，你好好跟他沟通，他很快就会好转的，好不好 ？OK。 这些糖果全部请你吃，谢谢Doctor。加油！你快点回去休息吧。Good afternoon， Dr. Bay。Dr. Bay。来，王博。哎。来，我帮你咽下去啊！好。谢谢。 王博，又见到你啦！你这一次哪里不舒服啊？头晕。啊，血压 OK， 脉搏正常啊。还有头痛吗？还好。王博，其实你没有事情的。家里还有头痛药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开多一些给你。但是记得有头痛来吃，要好好睡一觉 ，OK？ 现在叫我回家。 王博，这里是医院，我们要照顾真正有需要的病人。你这么不想回家，是不是你的媳妇不想照顾你，把你丢在这里啊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年轻人说话心直口快，不要见怪。但我也觉得，有病才来看医生，没病不要一直往医院跑，这里细菌很多的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我可以帮你安排见社工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我回去就是了。 那我叫护士通知你的媳妇接你回家。我自己打给她吧。好了好了，没事的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是为医院好，但很多时候说话要婉转一点。我没忍住了。怎么了？颈项酸痛啊？最近好像更严重了。坐下来帮你看看。你要改行啊？不是啦，我一个中医朋友跟我说的，颈项酸痛哦，按一个部位，这个穴位有帮到的，就是就这里叫肩颈穴，会痛吗？还好。这里也是可以的，你稍微用力一点，能够舒缓颈项僵硬的问题，能够通经脉。坐。Dr. Bay，徐生。谢谢你啊，Dr. Bay。肩膀酸痛啊？我看还是做个检查比较好。只是肌肉疲劳，揉揉一下就好了。Dr. Chu，我妈的今天下午的手术就拜托你了。没问题。安迪终于点头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的。要不然拿半天假好好陪她一下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下了班直接过去，到时候手术做完了，时间刚刚好。王博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在这里总可以吧？又没有妨碍到你们。你媳妇怎么可以这样把你丢在这里？我帮你打电话给她。哎，你不要去催她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等一等没关系的，她很快就来的。一哥，来啦。我昨晚才值夜班，回到家里只睡3个小时，就接到电话说要帮你代班，你要怎么补偿我？
大不了我亲自下厨煮给你吃。No thank you， 你自己吃就好了。我还想活久一点。我看你是嫌命长吧。法德，来啦。对不起，等很久了。没事没事。王博等很久了，他行动不方便，年纪又大，很需要人照顾。你怎么可以又丢他一个人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安迪，刚才的事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王博小心啊！拜拜。你认识他吗？你谢他干嘛？我刚才到了巴士。哎 ，hello， 你的巴士掉了。哦，哎，哇 ，thank you 啊。真会享受啊！自己去闲逛喝茶，却把老人家丢在这边不管。Grace， 哎，Sister， 我妈都出来了吗？她没来啊，你不知道啊？没来？怎么可能？Dr. Chu 在吗？Dr. Chu 其实很匆忙出去了，他原本个手术也改期了。哦。喂 ，Dr. Chu， 我妈的现在跟你在一起？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去。进来。好。马德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事啦。Dr. Chu， 不好意思，耽误了你的时间。马德，不是说好今天去动手术吗？为什么没去？还麻烦Dr. Chu送你回来。我有去啊，只是去不到。什么意思？我眼睛有点蒙，看错号码，搭错巴士，都不知道把我载到哪里去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你在工作啊，所以你就打电话给Dr. Chu啊？没有。你不要审问啦，是我打给安提，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到，我才知道他搭错车。我叫他在巴士站等我，我过来接他。对，就是这样。Dr. Chu，今天真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呀，天气很热，我去泡杯菊花茶给你喝。安提啊，不用了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我要先走了。那你有空来做哦。好啊。好的，我送Dr. Chu下去。哦。Dr. Chu， 谢谢你送我妈的回来。不要这么见外，私底下你可以叫我的名字，毕竟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年。是啊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你演技这么好。你不做医生，可以去当演员哦。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安提。Dr. Chu，真对不起啊，我妹的 appointment 没有去，还要麻烦你到这里来找我。安提，你的视力真的越来越差了，所以才会看错巴士车号的。我看我今天要加班了，现在要带你去医院动手术。不用了。搭错巴士只是个借口，你是担心动手术对吧？眼睛要开刀，谁都会怕啦。安提，摘除白内障是个很小的手术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右眼的白内障已经严重到看不见了，现在全靠左眼的视力，你真的要尽快动手术，不能再拖延了。那好吧，我参加了婚礼，我会去的。好，那我再帮你安排时间，到时候你在家里等我，我过来载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德士去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千万不要再失约了。
等他参加了婚礼，就要赶紧动手术了。他的白内障已经严重影响他的视力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好，我会安排时间。这一次我一定会亲自把马德送到你的诊所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不送你了，再见。Sister Ang， 你又想怎样？能不能借点钱啊？上个月不是才给了你300吗？现在东西越来越贵，300块很快就用完的。我又不是提款机，哪有这么多钱给你？你就再救济我一次吧，Sister Ang， 我真的很可怜哎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来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 Dr. Chu。好久不见，你不会忘了我吧？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，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依然是你。